90%人都将就该蛋已经是搞错赛，意外成立丢了水保守就搞定。结果蛋白摇来摇不醒，蛋王看到1号来焖好，仲要焖到發脾氣成粒蛋俾你焖到爛溶溶。今日教你一個5星級酒店嘅秘技，拿出來嘅雞蛋嫩滑到不得了。蛋王樓上五官正正最誇張係馬哈臭豆直接壞3倍，輕輕一敲蛋哈自己前片拉落嚟，想好就樓上睇落去，手把手教你點樣做。雞蛋係家家戶戶廚房必備嘅食材，水煮蛋更加係男女老幼都啱食嘅營養早餐。好多人煮蛋嘅方法都係錯嘅，今日呢個煮蛋技巧簡單易學，係居家煮飯必學嘅生活妙招。啱啱買翻嚟嘅雞蛋表面望落好乾淨，查實收埋咗好多污糟嘢同細菌。如果清洗唔夠徹底，食落肚就會影響身體健康。我哋先用水整濕啲雞蛋，全方位搓洗表面，再攤上1根食鹽。之後往盆入面加水，水量蓋過雞蛋就得，浸大概5分鐘左右食鹽，搭配蘇打粉，清潔殺菌雙管齊下。蘇打粉可以輕鬆瓦解雞蛋表面堅固嘅污漬，食鹽有超強嘅殺菌同去污效果。雙重清潔安全又貼地，輕輕鬆鬆去除雞蛋表層嘅所有細菌。浸完之後用乾淨毛巾將雞蛋逐粒逐粒擦洗一遍。好多人唔知道雞蛋係由雞嘅肛門排出嚟嘅，呢個位置亦都係排泄嘅通道。所以蛋殼表面好容易殘留雞屎雞毛呢啲污糟嘢，仲會附住大腸桿菌、沙門氏菌呢類有害菌群，存在好大嘅飲食隱患。最後用流動嘅清水沖洗多幾遍，開火雞蛋徹底清洗乾淨。呢度提提，大家雞蛋大多數都係放雪櫃冷藏儲存，煮之前一定要用溫水浸10分鐘，平衡蛋體溫度，避免冷熱溫差太大。一落滑蛋後即刻爆裂，直接用水煮，唔單止容易爛殼，蛋白仲會黐晒喺蛋殼上面，啱好燜到好費勁。呢個溫水浸泡嘅步驟，好多人會忽略咗，但查實佢係成個流程入面好關鍵嘅一環。雪櫃拎出嚟嘅雞蛋溫度通常得返3-4度。如果直接就擺落滾水度，蛋殼內外溫差可以去到70-80度唔爆殼先至出奇。用溫水浸10分鐘，等雞蛋內部溫度慢慢升到同室溫差唔多，咁樣落臘味就唔會出事。溫水嘅溫度大概喺30-40度左右就啱用手試下，暖暖地就得，唔使太熱浸嘅時候可以順便再檢查下雞蛋有冇連紋。有連紋嘅蛋要揀出嚟另外處理，唔好擺埋一齊蒸。因為裂咗嘅蛋蒸嘅時候，蛋白會焦出嚟，搞到成個蒸碟污糟晒。如果一次過蒸好多粒蛋，浸嘅時間可以適當延長多幾分鐘，等全部蛋嘅溫度都均勻晒先至落臘。我哋準備蒸臘，加入1升左右嘅清水入臘味度，加少少食鹽，加半度溶化加鹽，可以提升水嘅沸點，令雞蛋受熱更加均勻。熟到一致處理好嘅雞蛋，輕輕擺入蒸碟度。平時直接用水煮雞蛋鴨蛋特別容易爆裂，蛋白蛋黃煮到周圍都係，既浪費食材又影響賣相，煮出嚟嘅蛋仲特別難搣。我哋喺蒸臘味正中間放一個篩碗，碗面加少少白醋同一點點鹽，攪拌到融化。呢兩樣就係輕鬆燜殼嘅關鍵秘訣。蛋殼嘅主要成分係碳酸奶同白醋裏面嘅醋酸發生反應，能夠軟化蛋殼，結果輕輕一敲就可以完整拉落嚟。碗入面嘅鹽可以令蒸氣傳導更加均勻，蒸出嚟嘅雞蛋口感更鮮嫩。適量鹽分仲可以補充人體所需嘅電解質，對身體有益。兩樣嘢搭配埋一齊，雞蛋口感鮮香嫩滑，一啲腥味都冇。講多少少關於白醋同鹽嘅原理，等大家明白點解呢個方法咁有效。蛋殼嘅碳酸奶結果遇到醋酸之後，會產生輕微嘅化學反應。蛋殼表面會變得疏鬆少少，唔會影響食用安全。但係呢殼嗰陣就會發現成個殼好似同蛋白粉開咗一層薄膜咁樣，一敲就成塊甩出嚟。鹽嘅作用就更加微妙，鹽溶喺水度之後，水嘅沸點會升高少少，蒸氣嘅溫度會更加穩定。唔會一時大一時細，雞蛋受熱就更加均勻，唔會出現一邊熟晒另一邊仲生生地嘅情況。而且蒸到俾入面嘅水蒸氣帶有微量鹽分，會均勻咁包圍住每粒蛋，令蛋白質凝固嘅過程更加溫和。打出嚟嘅蛋白就特別嫩滑，完全唔會有嗰種醬膠一樣嘅混口感。直接開大火將蒸臘味嘅水煮滾，全程用蒸氣冷溫慢蒸，唔使就結究竟係凍水落臘定係熱水落臘味。呢個方法完全唔使抽心。蒸汽受熱，緩慢又均勻旋，從根源避免蛋殼因為溫差而炸裂。蒸出嚟嘅雞蛋粒粒完整飽滿，外形靚仔，口感超讚。水滾之後轉中火計時，想食流心蛋蒸6分鐘就啱啱好。
想吃全熟蛋就蒸10分钟，口感最理想。该蛋数量多少可以轻微调整时間，記住唔好煮太耐，煮嘅時間過長。雞蛋內部營養流失，口感會變柴變硬，仲好難消化。時間一到就熄火開解。成間屋都係濃郁嘅蛋香味，一啲腥味都冇。呢度詳細講解下時間控制嘅技巧，因為呢一點直接影響成粒蛋嘅成敗。6分鐘係一個黃金時間出嚟嘅蛋黃係流心狀態。切開之後，蛋黃會慢慢流出嚟，顏色金黃亮麗，口感好似絲嘅咁滑，用嚟撈飯或者煎麵包食係一流。7分鐘嘅蛋黃會變成半凝固嘅啫喱狀，唔會流出嚟，但係仲係軟軟地。呢個狀態好多人都好中意。8分鐘蛋黃微微開始熟透，中間仲有少少軟心，口感層次豐富。9分鐘蛋黃差唔多全熟，但仲保持到濕潤，唔會乾爭爭。10分鐘就係全熟蛋嘅最佳狀態，蛋黃完全凝固，蛋質地依然細飛，顏色鮮黃，冇灰綠色嘅邊，蛋白蛋白爽口。超過12分鐘就會開始出絲，蛋黃表面會出現一層灰綠色嘅硫化亞鐵，呢個唔係變質，而係蛋白同蛋黃入面嘅硫同鐵產生咗反應。雖然食咗冇害，但係賣相同口感都大打折扣，仲會有一陣淡淡嘅硫磺味，所以計時一定要準確，最好用手機倒數，唔好靠估。好多人習慣趁熱燜雞蛋，呢個就係蛋白黐殼扯爛蛋白嘅主要原因。真正嘅大廚一定會過冷河，呢個係快速完整燜殼嘅核心步驟。雞蛋啱啱出爐，即刻擺入凍水度。利用熱冷冷縮嘅原理，蛋殼同蛋白好快就分離，唔單止蛋殼完整唔爆裂，味殼效率直接翻倍。蛋白熱冷冷縮自動脫殼，成片成片咁輕鬆拉落嚟，一定要擺到完全涼透先至美。帶住溫度捏好肯定會支離破損，浪費食材中耽誤時間。過冷河呢個步驟值得再詳細解釋一下。凍水最好用冰水，效果比常溫水更加明顯。準備1大碗凍水，加幾粒冰落去，水溫越低，熱令冷縮嘅效應就越強烈，蛋白收縮嘅幅度越大，同蛋殼分離得就越特大。雞蛋一出鍋備，即刻加入冰水度，你會聽到輕微嘅吱吱聲，呢個就係蛋殼同蛋白分離嘅訊號。浸喺冰水入面大概2-3分鐘，期間可以溫一次水，卡火或水溫保持低溫。如果一次過蒸咗好多粒蛋，建議分批過冷火，唔好一次過全部倒落去，因為太多熱蛋會令水溫迅速升高，影響降溫效果。有啲人中意喺冰水度加少少鹽華，可以令蛋白更加緊實彈牙，大家可以試下得唔得？完全涼透之後唔使急住，沿行擺喺水度耐少少都冇問題。蛋白吸收咗少少水分，反而會更加嫩滑。我哋而家試味一粒，用刀背輕輕敲雞蛋，中間敲出一圈均勻嘅裂痕，大家睇下個效果。蛋殼大片大片咁甩落嚟，乾乾淨淨，一啲蛋白都唔黐。雞蛋賣相超靚，蛋白完整嫩滑緊實彈牙，亦都可以順住雞蛋中向輕輕敲，用同樣嘅方法煙殼，效果一樣咁好。呢度再分享多一個煙殼嘅小技巧，就係喺雞蛋較完嗰一端。通常會有一個細小嘅氣塞，由呢個位置開始面會更加容易，因為氣塞嗰度蛋白同蛋殼本身就有一個天然嘅空隙，先用匙羹背輕輕敲裂氣塞嗰邊嘅蛋殼，然後將匙羹攝入蛋殼同蛋白之間，順住弧度一路滑，過後成塊殼就會完美咁分離，一粒蛋白都唔會扯爛。呢個方法特別適合要整齊靚仔上碟嘅巴兒。例如整沙律或者便當燜出嚟嘅蛋，光滑到反光。最後同大家分享2個飲食小禁忌，食完雞蛋千祈唔好即刻飲茶。雞蛋裏面嘅蛋白質同茶入面嘅乳酪酸極強，容易引發消化不良。雞蛋亦都唔建議同豆干一齊食，會互相影響營養吸收。得不償失，大家睇下，咁樣煮出嚟嘅雞蛋嫩殼又快又完整，口感更加係冇得彈。除咗呢2個禁忌之外，仲有幾個關於雞蛋嘅小知識值得大家留意。雞蛋唔好同柿子一齊食，柿子含有大量肉酸同蛋白質階層之後會形成唔容易消化嘅層砧們，輕則為陰，重則為痛。食雞蛋嘅時候亦都盡量避免空腹，空腹食蛋白質會直接被身體當做能量消耗咗。吸收唔到應有嘅營養，最好搭配一啲碳水化合物一齊食，例如麵包或者番薯，咁樣蛋白質就可以留俾身體用嚟修復細胞同製造抗體。仲有一點，好多人早餐會食半生熟蛋，覺得流心蛋黃特別有營養。茶實生蛋白裏面含有一種叫抗生母素蛋白嘅物質，會阻礙眼體吸收維生素 B、C。長期大量食生蛋白可能會導致皮膚悶苔同脫髮。
所以蛋白一定要特地煮熟，先食得蛋黃流心冇問題，但蛋白一定要凝固。如果你哋仲知道其他唔使用水直接煮都可以做到嫩滑入味、好粘殼嘅雞蛋方法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。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方法實用好用，記得點讚收藏，轉發俾家人同朋友，一齊健康煮飯輕鬆生活。唔好忘記點個關注，更多實用妙招持續更新。再次感謝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